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印度人口在2023年超车中国，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。随着国际去风险化浪潮掀起，许多国家陆续在中国以外地区建厂，印度也积极展开招商，希望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。但从疫情以来，印度的产业发展却不如政府预期，大量劳动力正于城市跑回农村，不仅工厂交工不顺，印度在迈向工业化国家的进程中，更出现结构性的倒退变化。过去数十年来，中国一直是实质的世界工厂，从工业原料、化学品，再到建筑材料成品，中国产制的商品充满国际市场。然而，疫情与地缘政治等因素，让不少企业都意识到依赖单一制造中心的风险。自此，中国加一的策略风潮四起，各大企业正寻求扩大供应链网络。为了赶上这波浪潮，印度总理莫迪启动了印度制造计划，鼓励各国企业来印度设厂，试图将该国发展成全球制造中心。在当局的号召下，科技大厂苹果、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与记忆体晶片大厂美光都对印度表现出兴趣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虽然印度的 GDP 成长高速拉抬，但国家发展的道路却让许多经济学家大出意外。当前的印度拥有超过14亿人口，人均收入却只有$2400，低过邻近的孟加拉。反观过往的中国，曾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工厂，创造世界工厂之名，更提升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准。然而镜头回到印度，我们却看不到这种劳力迁徙的迹象，细看之下，甚至带给外界一种提早去工业化的观感。在复制中国路线时遭遇困难，印度大部分人口仍深陷长期失业或低度就业的困境中，这也意味着世界恐怕难以期待印度将接班成为全球经济成长的引擎。时间拉回2011年，一份官方人口普查报告显示，当时的印度总计有12亿人口，其中包括4亿5600万农民工。时间来到2023年，印度人口突破14亿人，正式超车中国，其中又有将近2/3的国民年龄在35岁以下。而在这两次统计期间，曾有许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。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专家表示，农民工总是集中在相对不稳定的工作上，由于自身条件不佳，他们难以自力寻求更好的工作，且几乎没有对等权利，向雇主要求更高的薪资。即使来到大城市，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显著好转，工作情况也未能获得妥善的保障，但却需要负担更高昂的生活成本。这些农民工原本以为去到城市就能找到好的工作，为整个家庭带来更好的生存条件，但不少人惜家带眷，在大城市落脚后，却意识到情况没有想象中的乐观。不仅没有社会福利支援，想让孩子在城市里念书更成了奢求。由于自身条件实在不够好，许多人一遭遇不顺，就只好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落脚。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的报告指出，印度有多达1成的 GDP 是由农民工所贡献，这些人是印度众多产业的支柱。但在想转型成世界工厂的过程中，政府还是没办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，因此很难带动劳工转型。目前的印度，各地经济与产业发展并不平衡，特别是以农村为主的北部与东部地区，很难支持地区居民的发展。疫情前的报告显示，印度每年约有4000万到1亿的农村人口前往各大城市就业，但之后疫情爆发，大批的外地人口在封锁之下失去营生的能力，断线的家庭裁员导致他们住处不保，最终只能选择返回农村。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指出，在疫情大流行的2020与2021年，印度全年龄层的劳工平均工时分别减少了 14.6% 与 6.3%， 是同期全球平均值的2倍，而他们的薪资也有所减少，特别是非全职劳工。另一份报告显示，当时被迫撤回农村的农民工，现仍有很高比例不敢再次前往城市发展，即使现在的薪水不如过往，但过去在城市的遭遇却让他们选择先留在农村继续观望。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之际，许多外商正寻求将部分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。尽管莫迪政府提供数百亿美元的激励措施，鼓励外国企业在印度设厂，但该国农村就业人口数仍在持续增加。许多经济学家认为，不少外国企业利用印度政府开出的激励措施，在电子与制药等产业创造更多产能，但未对当地带来明显的就业增长。资料显示，自莫迪第一任期以来，印度的制造业只有增加500万个就业机会，目前总数也只在6500万左右，并没有展现出想要接班世界银行的态势。
由于制造业持续低迷，印度的经济成长只能仰赖资讯科技与金融产业。然而，对人口庞大的印度来说，不能善用劳力密集产业创造产值，并不是个好消息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印度大城市的农民工不满情绪正日益高涨，这是因为整体就业成长缓慢，限制了薪资的增速。与此同时，大城市的住房与食品成本却不断层层往上涨。正当不满声浪涨至顶峰时，疫情带来的大规模封控与之后的制造业停摆，更直接赏了外地打工仔一记耳光。不少人眼见在城市赚不到钱，生活更难过下去，不如回到熟悉的农村。虽然赚得少点，但至少稳定，而生活成本更低上许多。印度一间汽车零件制造商的高层贾恩透露，在疫情后的当前，公司内部负责焊接、烤漆与其他业务的工人只剩下疫情前的7成，使得他们难以完成过去承接的订单。贾恩无奈地表示，现在整个产业几乎难以征得足够的人手，使得工厂难以实现全产能运作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领域。当前印度各大城市正经历空前的劳动力短缺，许多人想着横竖都是受苦，不如在熟悉的农村苟活，也不要去到大城市吃瘪。我们前面提过，疫情时期的大规模封城，导致工人从城市回流农村。当时许多人都认为，这只是印度迈向工业化的小插曲，很快就能恢复正常。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如预期。在2024年的当前，印度农村的劳力总计增加了6000万人，此消彼长之下，就为城市带来劳力缺口。这背后也有政府的锅。在疫情大流行时期，印度政府祭出大规模粮食福利计划，免费发放大米与小麦给受封城影响的人口。由于该国即将在2024年进行全国选举，基于许多考量，政府在2023年11月宣布，粮食福利计划延长5年，并为此规划1450亿美元的预算。这也导致一部分的劳工宁愿继续待在农村，因为这样他们才能继续领取福利。有专家直言，这次的福利政策恐怕会对印度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，并将鼓励数以百万计的劳工重返农业。印度政府的就业数据显示，自2019年以来，印度的农业劳动力不断成长，显示该国的经济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。当前该国的农业就业人口已跟20年前就业高峰时期的务农人数相去不远。总结来说，印度虽然希望顶起世界工厂的名号，但在疫情前后，该国本可兑现人口红利的条件却正在原地蹉跎，甚至发生倒退。随着城市人口返回农村，未来该如何推动劳力密集产业发展，是莫迪乃至整个印度的大问题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最后，我们强烈推荐严选台湾美食与进口精品的电商平台 D-Mart 马克优活。本次推荐严选手工爆米花，选用非基因改造的玉米粒，独到工法，坚持手工爆炒，通过第三方安全检验认证，坚持绝不添加防腐剂。本次主打礼盒套装，另有茶叶与麦卢卡蜂蜜可供选购，收获美观划算，错过了实在可惜。而我们后续还有更多严选优质商品，将一一陆续推出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点选下方链接上线选购，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跟 IG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